服役20年，美军 F-22终于有了空战杀伤成绩，而且还是1周之内有了2次。当地时间5号，F-22在击落一架失控的中国民用飞艇之后，又于10号击落了一个不明飞行物体，这让外界嘲讽美国 F-22正式升级为气球杀手。这对于 F-22和响尾蛇导弹而言，当然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而更值得羞愧的是，美方的歇斯底里反应，连所谓中国监控气球的证据都没找到，美方就又迫不及待地把6家中国实体列入贸易黑名单，这让外界怀疑美国政府是否还有理性思考能力。当地时间10号，在阿拉斯加北部海岸，美军用一架 F-22战机使用 AIM-9X 响尾蛇近距空对空导弹击落一个不明飞行物体，它落在结冰的水面上，官员们预计可以找到其碎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这个闯入美国领空的不明飞行物体与中国飞艇完全不同，目前不知道这个物体属于哪国，也不清楚其目的。击落它主要是因为它在约13000米的高度飞行，对民用飞行安全构成威胁。科比说，该物体大小与一辆小汽车相近。美国总统拜登下令击落这一目标。随后，在白宫记者问及此事时，拜登表示，这次击落是成功的。对于该不明飞行物体，美国官员并未说明其是否包含任何监控设备、来自哪里或什么用途。五角大楼也未提供对该物体更精确的描述，只称美国飞行员确认其无人操作。美军行动前，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附近空域实施了空中交通管制。值得注意的是，气球被击落后，一位追踪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数据的美国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一个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气象气球在阿拉斯加上空疑似失联，他怀疑美军击落了自己人放飞的气球。不过，这一说法遭到另一位气象学家赖特多布斯反驳，他认为气球在回收时信号消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目前，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官方网站确实无法查到这个气球的信息，但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还没有正式承认有气球失联。这是拜登政府为了应对国内在中国飞艇事件上的对他进行的批评而做出的回应。拜登政府也是为了表现出他坚决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在遇到类似问题上表现得非常的坚决。所以在没有查清这一不明飞行物体的这个来源的情况下，击落这一不明飞行物所以说也是为了做出一种姿态，给这个国内选民做一个交代。4号，美军出动 F-22战机用响尾蛇导弹击落中国无人飞艇，有舆论称这明显是一起高射炮打蚊子的作秀。美方过度反应引发中美外交风波，其中至为关键的是，在没有直接接触物证的情况下，美军就将飘荡在30公里至50公里高空的无人飞艇定性为一个中国间谍气球，并反复炒作。但负责气球残骸分析的美国联邦调查局9号打脸表示，由于证据有限，不能确定气球的实际功能。但美方仍未停止利用气球事件打压中国。美国商务部10号宣布，把6家中国实体列入贸易黑名单，包括5家公司和1家研究所。理由则是美方认为这些中国实体促进了中国航空航天业的发展，违反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和外交政策。美国商务部的声明指出，美方认为这些中国实体在促进中国航空航天、科技等发展的同时，也支持了中方制造飞艇等物体，因此美方认定其支持中国现代化。观察指出，美国商务部并未给出这些中国实体支持制造飞艇的具体证据，就实施所谓制裁，再次凸显美国根深蒂固的霸权主义思维。试问哪一家美国企业没有支持美国的现代化？美国方面制裁这6家中国公司呢，实际上可以说是完全是基于一种这个猜测臆想，更多的是出于打压中国航电企业这样一个目的。毕竟中国的这个科技研发能力在不断提高，中国的科研研发资金投入已经超过美国。如果假以时日，中国在这个领域的这个技术进步还是会继续下去。
美方在中国无人飞艇事件上的过度反应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歇斯底里是国际舆论对美方言行的普遍观感。前新加坡外交巡回大使许通美指出，看到美国民众对气球的反应，他感到忧虑，觉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歇斯底里，这让理性思考和理性的政策制定非常困难。法国《世界报》也使用歇斯底里来描述美方反应，甚至这一用词也得到美国本土媒体的共鸣。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兼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布特本周也用歇斯底里和过度反应来形容美国的回应。布特称，中国的气球并未构成任何实际威胁，他是否搜集到了中国卫星不能获取的情报是值得怀疑的。布特强调，用偏执和危言耸听应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是不合理的。美国仍是世界头号强国，而且我们可以继续如此，只要我们不错误地与2号强国进行一场没有必要的灾难性战争。值得警惕的是，美军还将所谓气球事件与美国核威慑相关联。2号，一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对媒体表示，中国气球飞行路线包括蒙大拿州马尔姆斯特伦空军基地附近的空域，这个基地部署有关美军核导弹发射井。外界注意到，就在击落气球后的第5天，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就下令在当地时间9号晚11时01分，从加利福尼亚州的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了一枚未装配弹头的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美方宣称这是例行试射。市内卫视注意到，美军近年来试射洲际导弹远高于此前1年1次的频率。去年7月和8月，美军也曾例行试射核导弹。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射程约12500公里，是美国海陆空3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军现役的主要陆基战略弹道导弹。美国《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7号还披露了一份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安东尼·科顿1月26号写给国会的简短信函。科顿在信中声称，中国陆基洲际导弹发射装置的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但战略司令部判断，当前中国新修建的洲际导弹发射井并没有部署导弹，美国依然拥有比中国更多的洲际导弹和核弹头。这一数据还不包括空基和海基核武器，美国在这方面仍占据优势。随着目前中国军事实力上升，美国呢担心在这个常规领域被中国赶超，在核领域呢，他也希望进一步的这个扩充它的核威慑力量，而这个军方呢就希望说服这个国会来更多的投资于这个核威慑，所以他才隔三差五的推出这些关于中国的这个核力量的这个信息，来向国会贩卖焦虑和恐慌，以此来获得更多的这个资金投入。2年前，美方就曾大肆炒作过中国发射井的事情。2021年11月，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根据一家商业航天公司的卫星图像分析得出结论，认为3口用于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井正在中国西部地区加速建设。美媒炒作称，这似乎表明中方正在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发展核打击能力。这也是当年美国媒体先后声称中国在甘肃玉门地区新建约120个导弹发射井，以及在新疆哈密地区新建约110个导弹发射井后，再度炒作类似议题。但其后有网友宣布破案，将卫星图片进行交叉对比，就可以得知，当时美方炒作的这些所谓发射井其实是风力发电站的基座。实际上，美方恶意炒作是对军事常识的刻意忽视。首先，从核导弹的发展历程来看，警示核导弹都属于第1代核武器，现在的新型核导弹大都具备机动发射能力，例如车在公路发射，或者在铁路上机动发射。现在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会投入巨额资金再去建设导弹发射井，因为导弹发射井的建设周期时间长，容易暴露坐标，因此生存能力受限。同时，中国西部多为沙漠岩石地况，并不具备建设导弹发射井的地质条件。此外，现代洲际导弹已经不再那么依赖导弹井发射。201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国庆阅兵式上，展示了可进行机动发射的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美媒报道称，东风41射程突破1.2万公里，可以携带6到10枚分导式弹头，很难拦截。这款导弹采用公路机动平台、铁路机动平台部署，可靠性高，反应速度快，机动性能好。导弹性能与发达国家的第6代，如美国民兵3和俄罗斯的白杨 M 洲际弹道导弹基本相当。
当，部分技术甚至已经超过他们。我认为美国的这些报道呢，类似的报道都反映出美国在对中国这个导弹研发领域这种认知还非常落后于时代，还停留在冷战时期。中国目前对这个核威慑力量这个提升，并不是追求数量，而是希望以质量取胜追求这个高精度、高生存能力智能型的这个核武器而不是这个大量的扩充这个核弹头数量和去赶超美国。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您好。近日，有美国共和党议员宣称，中国的核力量正在超越美国，要求进行反制。您对此如何看呢？主持人好，我注意到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有2点鲜明的社会性格：一是孤立主义。电影《流浪地球2》里有句台词：91%的美国人不关心100年后的事情，我觉得非常真实。事实上，大部分美国民众不但不关心100年后的事情，甚至连100米外的事情可能都不关心。自建国以来，美国社会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不愿意承担自身利益之外的国际责任。但这是不是听起来和那个极具帝国主义野心，动不动就干涉，甚至是武力干涉别人的美利坚合众国不太一样呢？别急，因为美国还有第2点鲜明的社会性格，那就是压力反应。美国社会对于任何基于宏大叙事的外在威胁都极为敏感，甚至可以说是过分敏感，到了无法分辨威胁是否具体存在，又或是这个威胁到底因何而产生的地步。大部分美国民众也许不在意国际责任，但会全力对抗任何他们认为威胁到自己美好生活的外在因素。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始终需要一个敌人，美国也始终都有着一个敌人，因为这就是美国政府动员本国民众的方式。举个例子，1957年，苏联成功试射人类历史上第1枚洲际弹道导弹，并使用同型号火箭将人类历史上的第1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再加上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美国政府和媒体全力渲染所谓卫星危机和导弹危机，引发美国社会对苏联核威胁的强烈恐惧。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政府对民众一直在强调，苏联的核导弹如何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所有人的头顶之上。但有趣的是，美国历史学者 Walter Lafeber 在其著作《American Age》中写道，事实上，到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情报机构已经发现，苏联的导弹威胁远没有美国政府宣扬的那样恐怖，但美国情报机构依然决定维持这个谎言，用恐惧来维系美国民众对于强硬反苏政策和更大规模国防支出的支持。那么您是如何来看待中美之间的核力量对比？美国共和党人和军方对中国核力量的所谓警告，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闻，甚至可以说是美国政府的年度保留节目。每年11月，美国国防部都会向国会提交《中国军事与安全态势发展报告》，其中免不了就中国的核力量点评一番。2021年，该报告称，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可能在6年内增加到700枚，而在2030年可能超过1000枚。2022年，该报告进一步写道，中国库存的核弹头数量到2035年可能达到1500枚。五角大楼甚至宣称，中国核武库存量的增加将是一个不稳定根源，令人感到担忧。但美方在得出上述结论的同时，刻意不提中国是当前全球唯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有核国家。且在核武器数量上，美国一边渲染某种所谓中国核力量的快速增长，另一边对于美国自身极为庞大的核武库则避而不谈。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数据，2022年，美国共保有核弹头5428枚，并在全球范围内部署了其中1744枚，位居世界第一。外界普遍认为，中国核武库在存量上不到美国的6.5%。好的，也谢谢张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近年来，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和私利，滥用出口管制，胁迫诱拉一些欧洲国家组建遏制中国的小圈子，在经贸领域与中国大搞脱钩。但实际上，中国是欧洲重要的经济伙伴和市场，欧洲与华合作的需求远大于分歧。
在世界经济逐渐走出新冠疫情的阴霾之际，中欧经贸关系具有哪些广阔发展空间？停摆的中欧投资协定是否有望恢复？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近日在欧洲一家智库回应了中欧舆论均关切的问题。近日，美国与日本和荷兰就限制向中国出口一些先进的芯片制造设备达成协议，将把美国去年采取的一些出口管制措施扩大到荷兰、阿斯麦等公司，引发欧洲舆论轰动。荷兰电讯报称，中国大陆市场占阿斯麦去年营收的15%，少了中国买家，虽然短期内对阿斯麦影响不大，但长期而言仍会流失潜力巨大的市场。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大使8号出席欧盟智库欧洲政策中心举办的60分钟吹风会时，就回应了欧洲舆论关注的这一热点话题。First, let me say that we have not seen the content of this agreement. I don't understand why they keep it so secretive. And secondly, we see that this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politically interfering in the trade. Oh, that this is not in the interest of Netherlands. Frankly speaking, it's not in the interest of the U.S. Economically. I don't think the world should allow this dangerous tendency to develop. 中欧经贸联系向来紧密。中国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去年前11个月，中欧贸易额达到7797亿美元。中国与欧盟仍互为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中欧在经济领域的务实合作也在不断的开展。比如，中国地理标志对外合作就在欧洲率先实现突破。近期，中欧第2批清单互认工作取得新进展。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受理了来自欧盟的175个地理标志保护申请，覆盖了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22个欧盟成员国。产品类别集中在葡萄酒、烈酒、肉制品、奶制品和橄榄油等5个类别。欧盟委员会也发布公告，受理了中国金华火腿、太平猴魁茶、富平柿饼等175个地理标志的申请。至此，中欧双方顺利完成了350个产品清单公示工作，为地理标志产品国际贸易发展掀开了全新一页。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是一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协定。这个协定里面，在2020年的时候呢，其实只是将100种中欧的产品纳入到这个地理标志名单里面去。当我们看到3年过后，这个名单呢已经拉长到350个。这对于方便两国的农产品走入对方的市场，乃至于说走入全世界的市场，并且得到合理的知识产权的保护，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需要指出的是，相较于中欧的经济体量，双方投资规模仍较小。因此，早在2013年，中欧拿出全面投资协定的草案，历时7年35轮艰难谈判，双方终于在2020年底完成谈判。成果涵盖市场准入承诺、公平竞争规则、可持续发展和争端解决4方面的内容。不少欧盟企业都认为，这一协定对深耕中国市场是重大利好。若成功实施，将为欧洲投资者提供前所未有的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促进企业发展和创造就业。The small and medium companies, of course, they also like the China market. The China market is huge. The economy is very strong. I mean, if you look at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the people, still important to be in China. 不料，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将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并对欧洲盟友进行了多番拉拢，希望能够组建恶华小圈子，与中国大搞经贸脱钩。在美国的鼓噪下，欧盟于2021年3月捏造新疆莫须有的所谓人权问题，对部分中国官员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随后，中方进行了对等反制。同年5月，欧洲议会通过决议称，在中方解除对欧洲议会议员等实施的反制裁前，冻结关于批准中欧投资协定的有关讨论。That the world economy is not going through a very good time, and also we know that some European business people have some complaints about their access to Chinese market. But actually, this agreement is just to solve all these concerns. And especially given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s, when all economies are trying their best to raise up the economy, this useful instrument is in limbo. Our proposal is that we leave the sanctions simultaneously. And if you think that is not good enough, give us some proposals and we are ready to study them.
But the principle should be that i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mutual benefit. Nowadays, the European people or the governments like to talk about reciproc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should also apply here in this case. You mentioned reciprocity, which you did, Ambassador. What does this actually mean? Well, actually, reciprocity is a principle that all sides need to abide by. But as to how to interpret this, I think we should not be like a tit for tat. Our economies are different, the structure of economy. That's why I say that China and EU and European countries in general, we a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in economics. But China did, to be frank, on the sanctions issue, China did do the tit for tat. But that is only when it is right. In our view, when it comes to to trade and economics, we should abide by the WTO rules. We are following those what we call the toolkits of EU with quite some concern. Sometimes those tools borders on protectionism, right. And sometimes it allowed politics to interfere with trade too much. That is not strategic autonomy, frankly speaking. You will lose strategic autonomy. If we are in business, let's talk about business. Why do you need to have all those entrepreneurs be studying all these political issues? 傅聪同时警告，如果欧洲一味把政治和经济问题挂钩，将会失去战略自主。傅聪指出，世界正经历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欧关系重要性更加突出，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世界的发展方向。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同欧盟的关系，未来的优先工作方向包括保持和恢复中欧各层级接触交往，促进务实合作，加强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的协调合作，以及增进人文交流。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和马斯克日前宣布限制乌军使用星链技术控制无人机。对此，乌克兰官员愤怒发声，要求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做出选择。此外，有俄媒近日披露，俄方已经找到了精确定位并打击星链地面终端设备方法。俄方声称，乌军的整个信息支持系统都将崩溃。去年3月，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不到1个月，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就将首批星链终端设备赠送给乌克兰政府。此后，西方媒体多次报道称，星链系统在打击俄军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8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总裁格温·肖特维尔表示，由于乌方违反了协议，而该公司绝不允许星链被武器化，因此该公司已采取积极措施，阻止乌克兰军队将关键的星链卫星技术用于无人机。肖特维尔还表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没有预料到乌军对星链的依赖会如此之深。肖特维尔还对媒体重申，该公司向乌克兰提供了一些星链终端部件，其目的在于保持银行、医院和家庭的联系。他还指责乌军使用星链系统用于无人机等攻击行动中。外界注意到，乌军使用无人机发动多次袭击，包括去年8月，乌军无人机多次袭击俄海军黑海舰队总部所在地。去年12月，乌克兰无人机又多次袭击俄罗斯腹地的恩格斯军用机场，至少2架图95轰炸机受损，3名俄军技术人员死亡等事件。有军事观察员表示，乌军使用谷歌地图定位俄军目标，将坐标输入星链终端和无人机操作，使用星链引导无人机发起攻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乌军深度使用星链发起攻击行动，让马斯克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深感不安。马斯克上周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不允许乌克兰将星链用于远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战事很可能在最近陷入一个新的高潮啊！那么俄乌双方都在摩拳擦掌，马斯克可能担心，一个从技术上他可能担心，就俄罗斯真的对那个马斯克的一个星链技术发起一个各种各样的破坏行动啊！因为马斯克的星链它是属于私人公司，不属于那个国家所有啊。那么如果他卷入了那个俄乌战事，那么俄军对他发起打击，他还不能马上得到美国政府的一个保护啊，因为这个所谓私人公司卷入了一个国家之间战争啊，所以他可能觉得就是说风险太大。乌方对马斯克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表态十分愤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9号强硬表态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必须做出具体的抉择，要么站在俄罗斯一边，选择杀戮和夺取领土的权利，要么站在乌克兰一边，享有自由的权利，不要想办法来伤害乌克兰。
分析认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与乌克兰政府的矛盾由来已久，关键分歧在于乌方一直拒绝付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统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向乌军提供了总价值1000万美元的星链终端设备，折合成设备约2万套。但根据协议，乌政府需要为星链的流量买单。根据去年9月美国国防部收到的一份账单，这个费用当时已经累积到1亿美元，但乌政府一直拒绝付费。去年11月，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就以欠费为由停掉了1300套星链终端的服务。之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马斯克一度表示：“管他的，让我们继续免费为乌克兰政府服务。”乌克兰政府其后将星链账单转给英国政府，期待寻求英国的买单，但英国政府多次拒绝。根据当时促成乌克兰政府接收星链终端的乌克兰副总理兼数字转型部长费多罗夫近日的一份声明，他承认马斯克是俄乌冲突爆发后以及我们未来胜利的最大私人捐助者之一。费多罗夫还证实，截至目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还没有让乌军的星链终端断线。星链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一个巨型低轨卫星互联网项目，目前已经有超过3000颗卫星在轨，全球用户约100万。然而，目前亏损严重。去年8月，美国政府拒绝了该公司提出的约9亿美元的补贴。这次事件被认为是之后不久，马斯克将乌军的星链账单寄给美国国防部的导火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星链对于乌军来说至关重要，失去这套通信系统会对乌克兰武装力量产生严重不利影响。美国《华盛顿邮报》形容说，星链在卡秋莎的炮火下工作，星链改变了战争。乌军也多次表示，星链可靠、轻便，而且可以接入移动互联网，是一种改变游戏规则的卫星技术，不仅使乌军能够保持通信，而且可以用火炮和无人机更好地瞄准俄罗斯军队。实际上，在乌军战场及周边的军用和民用通信设备遭到俄军定点清除的情况下，星链是乌军用于战场指挥的关键设备。而且，星链的应用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好处，那就是依靠小巧的星链终端，乌军司令的指令可以实时下发到士兵手中，就像手机群组聊天一样快捷。而相比之下，俄军使用的加密无线通讯则依赖笨重的设备，只能层层转达，贻误战机。星链本质上它是一个信号的一个传送接受啊，用一个不那么恰当的比喻，就是一个在天上飘的一个巨大的路由器。我们知道路由器在地上可以发挥很大的一个信号的转送的能力啊。那么它对于无线互联网的信息啊，那么在一些偏僻的地区啊，没有一个良好的地面基站的地区进行那个传送啊，是有它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功能的。但是你说它能够在军事上发挥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军上作用啊？我觉得它除了能够加强地面的一些信息联络和一些感知以外，它并没什么太大的一个军上的一个杀伤力和那个遏制力啊。星链投入使用在战事初期一度让俄军懵了，但俄方随之加大研究反星链技术，成功研制出多个能快速定位星链终端的特种装备。简单来说，星链的信号十分微弱，因此需要部署一些地面设备来加强信号。俄军装备就瞄准捕捉这些地面星链的设备信号。一般乌军将星链的地面信号放大器部署在指挥所周边，因此一旦被俄军定位打击，损失十分惨重。此外，由于星链可以与手机信号兼容，因此乌军士兵经常连接星链来使用手机服务，这进一步增大了被俄军定位的风险。据俄罗斯报网站2月3号发表的一篇题为《俄研制出探测星链终端的系统》的文章，在技术学副博士阿列克谢·查里科夫的带领下，俄罗斯工程师找到了精确定位星链终端的办法。新研发成果被称为白纸机动定位系统。它能在180度扇形区域里探测和确定10公里内星链终端的位置。该系统通过双向测量算法，以极高精度对星链用户设备位置进行定位和计算。它可同时确定至少64个星链终端的坐标。白纸可以安装在汽车底盘上，在战场快速机动，自动寻找星链的信号源。文章称，白纸工作的地方将没有星链终端的一席之地，乌军的整个信息支持系统都将崩溃。俄方表示，白纸已经多次发挥出威力，成功定位了精心伪装的炮兵阵地，以及乌克兰步兵集结地以及雇佣兵基地。
外界认为，此前乌军多处基地遇袭都与白纸的应用有关。此外，还有当地媒体报道称，乌军已经下达了禁止士兵在战场打开手机电源的命令。值得注意的是，俄军的电子战实力不容小觑。欧亚时报网站军事分析家坦麦卡达姆指出，在俄乌冲突中，俄军的电子对抗系统已经覆盖了所有已知的频段，其中贝林纳河和长篇大论2用于压制卫星通信，悉尼察河不仅能够干扰，必要时甚至能够破坏近地低轨道卫星通信和导航系统。卡达姆认为，去年哈尔科夫、扎波罗热、赫尔松以及顿巴斯地区的卫星互联网曾经出现大面积长时间故障，都与俄军的电子战设备开机进行电磁压制有关。这也显示星链的效果已经明显减弱。实际上，乌军拥有的星链终端也不断遭受战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了乌军总司令瓦莱里·扎鲁日尼去年向马斯克发去的一份请求，要求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增加提供8000套星链终端。扎鲁日尼承认，每月有500台终端被摧毁。观察指出，这从侧面证明星链终端损失严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证实，从去年9月底开始，乌军的星链终端就不断遭遇非正常断线，要么是星链的卫星稳定性遭破坏，要么是终端被电磁压制。相关话题来连线时事评论员宋忠平。宋先生您好。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已采取积极措施，防止乌克兰军队在无人机上使用关键的星链卫星技术。仗打了1年，这家公司为何现在要限制乌军使用星链卫星技术？为什么要限制？主要担心的是引火烧身。俄罗斯其实已经对马斯克提出了警告，如果星链系统对俄罗斯军队，包括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俄罗斯将会反制。而且这里面其实反制的手段有2个，第一呢，就是对星链系统卫星采取反制，当然也未必是要打击星链系统的卫星，可以采用致盲的方式，通过让星链系统失去工作能力、降低其性能的方式，来让星链系统没有办法服务于在俄乌战场，这是一种方式。另外呢，就是俄罗斯现在曝光一款新的武器装备即将投入战场，也就是通过这款武器装备可以找到手持星链终端的人和及其相关的军队。如果这样一个东西能找到的话，将会对手持终端的星链用户造成致命的杀伤。这2点，一个是天，一个是地，通过这2点的话，就让马斯克也深刻认识到，星链系统如果再给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话，有可能会遭致俄罗斯的反制。其实作为马斯克最担心的是什么？最担心的就是乌克兰把自己的无人机改成巡航导弹，但是这个通讯用什么？用星链系统来进行通讯。如果用星链系统来通讯的话，这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导弹也好，如果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包括莫斯科等这些重要的军事目标、经济目标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俄罗斯必然会报复。俄罗斯如果要报复的话，不仅仅对乌克兰军队实施报复，包括协助的这些公司以及国家都会得到报复。所以作为马斯克来讲的话，他是不希望由于自己的系统提供给乌克兰导致俄乌军事冲突上升，而且马斯克也非常担心，也就是俄乌军事冲突有可能会引起世界大战。如果要是借助于自己的军事能力给乌克兰提供助长其军事能力的话，也不符合马斯克的实际利益。华盛顿邮报形容说，星链改变了战争。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星链作用有限，因此俄方并未击落过星链卫星。那您评估认为，星链对于俄乌冲突的战场局势有多大的影响？实际上，在俄乌军事冲突开始之后，美国、北约主要依赖的是天上的军用卫星，但这些军用卫星其实对于俄罗斯军队来讲的话，都是在黑名单上。既然在黑名单上的话，如果这些卫星凌空，俄罗斯会采取各种各样的致盲干扰的措施，让这些军事卫星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为什么乌克兰军队会长期依赖于星链系统？星链系统的数量太多，几千颗卫星，俄罗斯要想对其进行致盲和干扰的话，其实是具备一定的难度。再加之星链系统和美国的军事卫星体系是不一样，美国的军事卫星体系主要呢是提供一些战略和战役的情报，而星链系统可以让个人手持或者班组手持，至少也是连级单位来手持星链系统进行相互之间的通讯，这本身就构成了乌克兰指挥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也就是乌克兰
采用了马斯克的星链系统，可以加强其基层的通讯联络，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星链系统成为乌克兰军队以及在乌克兰的雇佣军大量使用的装备。这种手持终端整体数量已经超过了3万台。那么对于乌克兰军队以及北约来通过星链系统指挥乌克兰军队都会带来极大的帮助。所以我们不要高估星链系统在俄乌军事冲突中所发挥的作用，但也不能低估，因为马斯克在星链系统上也做了不少文章。为什么希望免费给乌克兰提供星链系统？也希望星链系统在实战战场中得到检验，来增加其可靠性和安全性。马斯克的免费提供其实是为了锻炼系统的鲁棒性，锻炼系统的可靠性。对于马斯克来讲的话，也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当然，从马斯克的自身角度来讲的话，也希望通过星链系统的使用做一个天大的广告，让星链系统为世人所知。那您是如何来评估星链技术对于现代战争的影响？星链系统已经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民用系统，包括马斯克和美国的军方有多次的沟通，而且美国的各个军兵种都已经看好星链系统的应用。所以星链系统它是一个一军一民甚至是军民结合的系统。包括你看，美国现在也在和马斯克谈，要把星链系统变成星盾系统。如果变成星盾系统的话，它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民用系统，它甚至变成了准军事系统。星链系统现在主要提供的是通讯服务、互联网服务，但未来呢，也不排除变成导航服务、侦察服务，甚至还具备其他的攻击能力。所以美国现在和马斯克进行深度的合作，就是希望改变星链系统的民用性质。星链系统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低轨道。那么如果能够把马斯克的星链系统变身为星盾系统，并且具备更强的军事功能的话，由于其轨道比较低，所以它所能够覆盖的精度就会比美国的军事卫星体系更强。好的，也谢谢宋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